好，中日之间在经贸上的关系现在要正式进入开打嘛？因为中国大陆呢寄出了2道公告，要锁喉是40家的日本企业，稀土现在会重挫日本之外，还有观光双重打击。针对于日本要发展军国化，现在恐怕要付出代价了。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赶快来关心到的是中国这一次不是喊话，直接用制度来重击反制日本。接下来会有40家的日本企业跟机构都被中国大陆纳入在出口管制名单当中，20家分别，我们来看到第一个20家会直接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当中，全面禁止他们从中国大陆获得任何跟军民两用物项有关的设施。再来第2项是列入观察名单，一共是20家的日本企业，未来每一笔的出口都接下来要进行的是逐案的审查。这个消息一出之后，名单上我们现在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有哪一些企业呢？包括知名的企业，三菱造船、三菱重工、航空发动机，还有这个川崎重工、航空宇宙系统、日本防卫大学等等，都是跟日本的产业相关或者是国家单位的一些中流砥柱。那么日本政府当然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是立刻跳脚之外，我们看到金融市场也提前开始做了反应。三菱重工当天的股价收跌幅度达到3.1%，川崎重工下挫了4%等等，其他的股价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卖压。那么我们来看到《经济学人》也在这边做了一个分析，说日本虽然在这个轻的稀土上面有所布局，但是重稀土到现在为止还是得高度的依赖中国大陆，到现在仍然是没有替代的来源，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招对于日本来说其实是非常伤的。这2项公告看起来是针对出口做的管制，但是背后是否有这个战略的一个警告呢？现在担心的事情是中国大陆针对日本的制裁，这个只是起手式，接下来会不会有更严重的全面锁喉的一个制裁？日本继续这样做下去，中国大陆手中还有哪一些杀手锏可能会祭出来？大使怎么看？第一个，这个当然既是出口管制哈，更是战略警告，这是双重意义。第二个呢，这个哈，现在当然只是一个起手式啊，就是肉是一刀一刀的割啊，哎，它是这个哈，最后会不会全面锁喉，那看日本的反应。哎，那第3个就是说，如果日本继续军国主义路线走下去。中国大陆还有更多工具吗？当然有啊，这个只是经济工具，还有啊，这只是经济工具，还有贸易工具。那经济工具现在只用了一部分，还没有让日本在大陆赚钱的企业啊付出代价。哎，日本在大陆现在投资还是非常的多。哎，那对于双方的贸易关系来讲，中国是日本第1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第5大。所以这个就已经相对的弱势了，日本上基本上是弱势了。那再加上就是说，这个哈，除了这个经济贸易手段，还有什么手段呢？还有就是外交、国际政治的手段啊。那还有再下一步什么手段？那个军事手段啦。对，所以就是说会不会做全面锁喉？我觉得就是基本上看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它后续怎么走。那当然，这些中国大陆是要对日本产生压力。那如果日本因为经济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高市早苗的政权及早这个寿终正寝的话，那大陆一定会觉得这个奏效。那当然会再看看慢慢会不会施加这个比较缓和性的一些政策啦。不过整个来讲，我认为就是说，中国大陆从这个尤其高市早苗啊。它不仅是说它走的是军国主义路线，一天到晚日本正常化这日本喊了很久。它最重要，它对大陆角度来讲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把中国的领土问题啊、中国的主权问题啊，当作日本的内政在管辖一样。而且更让中国大陆无法接受的就是说它居然用威胁使用武力，这个是所谓紧急状态嘛，国家紧急状态，他说已经构成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这个条件了，所以这个就变就是说，高市早苗的话基本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本来我们说他应该这个或者日本国家应该去跟美国人谈一谈啊，也先驻军撤退啊，
你们让我宪法改一改啊，对不对？那日本都没有，第一炮就对向中国大陆，所以中国大陆这个是可以说是被动式的还手。不过他这样针对中国大陆，很多大陆的评论人员，还有我们台湾的评论人员都这样说，这正好给中国大陆一个怎么样？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支点，要有一个理由可以做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对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守备，也就是它的军火工业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打击。哎，拿不到稀土，你还有什么哈？你还有感知能力吗？对，你的雷达系统就不要做了，你可以做到20大的水准，现在都要氮化镓雷达了。对，氮化镓是什么？镓就是稀土啊，对不对？还有你这种火炮，还有这种高精密度的这种武器，它那个抗热能力啊，它要抗到2000度的温度，2500度的温度，这都需要稀土。所以这个对日本的军火工业是一个非常大打击啊。那会不会有进一步？我认为完全看日本方面的反应了。是。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大陆祭出的制裁，除了是稀土直接打在日本的这个军工产业的命脉上面，针对于民生观光，中国大陆也有另外一招的制裁，就是针对观光业。那么现在来看到的是最新统计，光是今年的1月份。中国大陆赴日的旅游的旅客数直接暴跌60%，现在剩下38万人。来自于一家日本的旅宿业者特别在这边做了一个自白，他说现在面临的是灾难性的局面，他说销售额损失数千万日元。刚刚讲了稀土，其实也是持续的在影响企业，这个是。基路电子的社长他说，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口稀土，日本制造业就会活不下去。而且他说呢，现在稀土的进口量只剩下过去的1/3，成本等于翻倍了，订单排到明年他也是不敢接的。接下来对于整体日本企业界的冲击到底有多大？还有就是在日本的制造业，这一些高端的制造业会不会因为没有稀土被迫停摆？汉庭又怎么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过去当华盛顿在对中国大陆施下各种制裁跟限制的时候，日本也没少这个不掺和。所以再加上高市早苗的言论，那中国大陆就陆陆续续出台了这些制裁的措施。我们节目也分析过好多遍。但是这些制裁的措施具体的效果或者是它的影响，很可能都是要等到今年下半年，那才会陆陆续续的展开。而且呢，一定就是要越来越多跟越来越快。否则，在几个月之前，大家觉得，你看高市早苗讲话也过2个月了，怎么好像股市偶尔跌一下，但因为 AI 的浪潮，其实全球股市都在涨。那或者观光客虽然下跌了，但短时间之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最后反而让高市早苗高票当选连任，而且席次还大胜。所以在日本也好，或者在全球的一些反中反华的媒体的评论解读，就会觉得你中国大陆的制裁也没什么效果。所以这也是在选后，那大陆必须要持续的出手，否则如果这个制裁的手段没有办法忠实的展现对于日本的经济或者是高端的制造业有明显的冲击跟打击，那么中国大陆就会成为一场笑话。所以目前所选出来的，包含这40家的实体名单，20家的出口管制，20家列入了关注的名单，那包含重稀土。就虽然经济学人智库说在轻稀土上是透过澳大利亚要去一些开采啦，但实际上目前的成效也甚微。但是重稀土呢，是完全无法摆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包含是敌或者是特。日本在重稀土上几乎是100%依赖于中国大陆。那如果未来大陆进一步的收紧重稀土的出口，日本的高端制造将会面临骨牌式的崩盘，包含了航空航天、半导体跟汽车的工业。那未来就是这所谓的观光或者是消费，目前虽然人数下降了60%，那未来还会不会再继续下降？这些都是后面的有待观察。但是从中国大陆的这个出牌呢，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这就叫做以止戈为武了。那没有诉诸于武力，而是运用了成熟的国内的法律跟国际的规则，对危害于中国大陆的这些行为呢，进行了源头管制，把管制聚焦在两用物资跟军事用途。
既维护国家安全红线，但是也帮民用的贸易保持了一定的通道，算是展现大国博弈的这种色彩。但未来有没有效，也是要一观后效。好，针对于中国大陆这一次对于日本的出牌，那日本有没有得到一些教训呢？目前看起来似乎日本官方不这么觉得，因为日本最新又在祭出了2道新的公告。第一个，我们来看到是自民党他说了，计划废除现有的军武装备出口限制，让自家生产制造的武器，即使具备杀伤性能，也能在出口海外持续赚取外汇，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现在日本呢还举办了主导日的活动，直接激怒了南韩。南韩外交部再次的重申独岛主权，要求美韩军演要排除日本。怎么回事？日本一口气好像激怒了东亚的2大国，包括了韩国跟中国。干哥怎么看？没有，高市早苗不是这样子想的啦。我跟你讲，他刚刚得到这么大的压倒性的胜利，所以说他的逻辑跟思考绝对跟你想的不一样，所以他认为说，可以啊，好来，自民党，来开始啊，我的党赶紧送件啊，送什么件？就是我们应该可以开始有限度的开放日本军事装备的出口。我告诉你，他们想这件事已经想了20年，不敢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认为说，日本武器一向都是具有世界级的水准。日本武器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出口？就是因为宪法框架了他们不得对周边的国家去这个进行的有效的打击性的军事武器的销售。可是说句实在话，这就造成了日本自制武器非常贵。我举一个例子，日本的 F2 战斗机有没有是一般我们 F16战斗机的2倍那么贵？那你说 F2 跟 F16什么关系？好了 ，F2 就是 F16的放大版了，变成好大一架这样子，结果价钱要2倍，然后连飞弹也要人家的3倍价钱，为什么？因为数量太少。所以日本军工业，我今天讲日本这些非常有名的大厂，川崎、三菱重工，对，像这些大厂，坦白讲一句，他们就是受限于没有数量不能增加。成本就很贵，所以他们很希望说能够打开市场。好了，最终2年前终于打开澳洲市场，要跟这个日本买苍龙级潜舰。苍龙级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传统潜舰啊，我们也不是往人家脸上贴金。日本潜舰一向品质是世界有目共睹的。澳洲要跟日本买12艘，结果美国一大脚就踏进来说不用。我帮你造核子潜艇，这样你更高兴了。哇，澳洲好高兴了，我们终于进入核子俱乐部了。结果2年过去以后，问一下美国阿库斯，到底我们有没有进展呢？美国说一点进展都没有。对，你要得到维吉尼亚潜舰，再等10年。然后澳洲自己本身的柯林斯潜舰已经，我不能说那个不吉祥的话，说快要沉没了，解体都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它本身设计就有缺陷嘛。所以澳洲现在很急啊，又不能催美国，然后又被阿库斯摆了一道，又回去要再拜托日本，日本现在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可靠，不敢跟你做生意。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如果澳洲那时候继续那个计划，拿到了苍龙级潜舰的话，那澳洲海军现在的打击力非凡。为什么？因为苍龙级是最好的潜舰。那结果呢？澳洲拿不到。然后呢，菲律宾拿到了阿五卫级的那个护卫舰啊，阿五卫级护卫舰是属于比较次一等的船，那这就代表日本不断在处心积虑的，结果澳洲回过头来，现在又拿到了最上级的护卫舰的订单，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最新的护卫舰，所以日本他一直想要卖啊，对不对？我要多卖几艘，我成本才会降低，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他才不管你什么。我又得罪了大陆，我又得罪了美国，我跟你讲，没有得罪啦，他也要为自己着想。不过现在有一个人出来反对他，叫南韩，他说你在日本的岛根县的主岛要办庆祝活动，不要开玩笑了，搞清楚，主岛就是独岛。为了这个独岛哦，我们韩国绝对不会让一步，我们还造了一艘新的2栖突击舰，就叫做独岛号，叫做 Dodo 独岛号。所以你在办那个活动，你简直是无视于我们韩国人的存在。我告诉你，我们有37名海军陆战队派驻在独岛上面，
日本到现在也不敢去跟他抢。所以你说这个就是我们觉得说在外交上面有很多折冲而有趣的地方。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